地狱般的烈焰吞噬了克里米亚的夜空，巨大的爆炸声震碎了菲奥多西亚的窗户，冲天的浓烟在几十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宛如末日降临。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2025年10月13日克里米亚正在发生的真实惨状。俄罗斯黑海舰队最重要的油库此刻正变成一片火海，随之瘫痪的还有当地的发电厂和变电站，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这座原本被俄罗斯视为永不陷落的军事堡垒，在一夜之间就被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打回了石器时代。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如此轻易的就把俄军重兵把守的后勤枢纽给烧成了灰烬？这场看似不可能的奇袭，究竟是乌克兰动用了什么黑科技？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线被切断，普京是否会拿出什么手段来对乌克兰发动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复仇打击？要了解乌克兰这次行动的成功，咱们先得明白乌克兰现在的打法到底有多聪明。简单说，就是不跟你硬碰硬，专门打你的钱袋子。乌克兰直接搞起了能源消耗战争。大家想啊，现在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后勤，打的就是油料。坦克飞机离了油，那就是一堆废铁。所以乌克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你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挨个点名。每一次爆炸烧掉的不仅是油，更是普京用来发军饷、造导弹的真金白银。这种战术可以说是打在了俄罗斯目前最疼的软肋上。那么，为乌克兰执行这场经济绞杀战的又是哪些狠角色呢？首先是打头阵的尖刀选手，也就是英国的风暴之影和法国的 SCLP 巡航导弹。这些是典型的高精尖武器，专门干精准打击目标的活。他最拿手的项目就是超低空越地飞行，说白了就是贴着山谷和地面飞，再配合上它本身的隐身设计，即便是俄军部署在山顶的雷达看得再远，但他看的却不够低，往往等俄军发现的时候，导弹已经飞到头顶了。而且这家伙的战斗部也特别讲究，他用的是一种串联炸药亲撤战斗部，简单说就是2级引爆。第一级先在目标身上炸开一个洞，第2级战斗部再钻进去，在内部引爆。这种设计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机库、指挥所，还有钢筋混凝土加固的油库这种硬目标的。但如果说风暴之影是独来独往的狙击手，那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就是发动饱和攻击的狼群。他们的第一层作用就是在战场上当炮灰，用极其低廉的成本去兑换俄军价格高昂的防空导弹，尽可能的消耗俄军储备。乌克兰就是在逼着俄罗斯打，但俄军只要是打了就要吃亏。第2层作用也是更阴险的一招，就是致盲和骚扰。你想啊，一套防空系统的雷达操作员，他屏幕上突然冒出来几十个目标，真真假假从4面8方飞过来，谁能判断出哪个会是诱饵，哪个才是真正的威胁？这样俄军的整个防空系统就会被严重干扰，甚至是陷入瘫痪。这就为风暴之影这样的杀手锏创造了绝佳的攻击窗口。而在海上，乌克兰的不对称战术更是玩到了极致，这就是马古拉威5海上无人艇。这家伙的设计突出一个鬼字，它的水线以上高度据说只有50厘米。说白了，它在雷达屏幕上的信号可能比一只海鸟大不了多少，但就是这么个小东西，却能携带300多公斤的炸药，高速冲向你几千吨的军舰。最要命的还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经济陷阱，乌克兰用一艘不到30万美元的无人艇，逼你用上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拦，这是一个让俄军无法破解的阳谋。你拦就亏死，你不拦军舰就得死。正是因为这些神出鬼没的海上幽灵，才把俄国黑海舰队硬生生从塞瓦斯托波尔给逼走了。最后也是最让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的是乌克兰自己压箱底的王牌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3000公里的宣称射程，这个数字背后是战略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而自主研发4个字更是让普京如坐针毡。毕竟这短短的一句话，可却意味着乌克兰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独立自主的威胁到俄罗斯纵深战略目标的能力。他不仅是在警告莫斯科，我们有能力把战火烧到你家里，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已经不再完全依赖于外部援助，他自己已经具备了将这场战争长期进行下去的底气。聊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乌克兰的武器是厉害，但俄罗斯的防御就这么差劲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如今的俄罗斯那就是来招笑的。咱们就拿俄军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来说，这家伙在各种防务战上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有导弹有机炮，号称是点防御的王者，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在实战里，它简直就成了乌龙的代名词。就在前不久的10月7号，一套部署在比尔格罗德的铠甲系统，在试图拦截乌克兰无人机的时候，发射出去的导弹居然在空中失控了，最后直接掉头，炸了俄军自己的移动建筑。这简直就是乌克兰送上了一份大礼。而这种我打我自己的敌棋场面还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2022年6月，在卢甘斯克地区，俄军一套防空系统在拦截目标时，前后发射了3枚导弹，结果其中1枚刚升空，就立刻调转枪头，直愣愣地冲向了地面。从视频里还能清楚地听到爆炸后一片汽车警报声，那场面可以说是既危险又尴尬。当然，要论场面好看，那还得是俄罗斯海军的口径巡航导弹。在一次试射中，一枚口径导弹刚从军舰上升空，推力系统就出了问题，导弹在空中不断旋转，跳起了自由之舞，最后一头扎进了海里，把一场严肃的武器试射硬是搞成了一场意外的烟火表演。所以你看，从铠甲到口径，这些事故频发的背后，反映出的可能是俄罗斯武器系统在品控和可靠性上的系统性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铠甲这套系统，它当初的设计思路是作为 S-300、S-400 这些大哥的贴身保镖，在大哥们把远程的飞机、导弹都干掉之后，他负责补漏，收拾那些侥幸突防的漏网之鱼。所以他的整个火控系统都是为了对付少量高速的目标而优化的。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今天的对手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乌克兰一次性给你放过来几十个又小又慢的无人机，每个在雷达屏幕上的信号都差不多，这又让他的火控电脑瞬间死机了。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目标，系统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诱饵，哪个是真正的威胁，有限的火力通通瞬间就被堵死了。这就不是性能好坏的问题，而是整个设计理念已经完全跟不上现代无人机战争的节奏了。所以你看，乌克兰的优势不在于单件武器有多先进，而是在于整个打法上的降维打击，用便宜的大量的无人机去消耗你昂贵的防空导弹，用这种极度不划算的交换比硬生生把你拖垮。这就是俄罗斯防空体系正在失血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当费奥多西亚的大火烧起来的时候，被打脸的不仅仅是前线的俄军，更是俄罗斯整个僵化的战术思想。那么，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御部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让乌克兰这么轻易就得手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固头不固定。翻开克里米亚的地图，你会发现，俄军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比如 S-400和大部分的铠甲，全部堆在了几个关键地方。一个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那是黑海舰队的老家；一个是几个重要的空军基地，还有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这些地方可以说是防得密不透风。但问题是，克里米亚这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防得住。而乌克兰呢，就专门钻这个空子。你防守基地，我就打你的后勤。费奥多西亚的油库虽然对战争很重要，但在俄军的保护名单上，优先级显然没有海军基地那么高，这就给了乌克兰可乘之机。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俄军的黑海舰队在自己经营了200多年的老家，居然待不下去了，被乌克兰的无人艇和导弹打得只能被迫搬家，转移到了东边更远的新罗西斯克港。这一走，不仅让俄罗斯丢尽了脸面，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改变了黑海的战略格局。俄罗斯失去了对黑海西部的控制，乌克兰的运粮船反倒可以安全地从敖德萨出港了。所以这次袭击之后，俄乌双方的博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接下来，吃了这么大亏的俄罗斯会善罢甘休吗？俄罗斯吃了这么大的亏，那答案就几乎是肯定的。俄罗斯的复仇反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会来得非常猛烈。因为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那么如果反击，俄罗斯会动用哪些武器？咱们就从武器性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武器库。首先是用来确保必杀的王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款武器的核心性能就一个字：快。它的末端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0马赫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它被防空系统探测到，再到命中目标，整个反应窗口可能只有几十秒。这对于任何拦截系统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而且它还不是传统的弹道导弹，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让对手的拦截弹算不准它的走位。正是因为这种高超音速加机动变轨的特性，才让匕首成为了俄军用来执行斩首和打击最核心目标的不二选择。因为它能最大程度上确保打击任务一定能成功。其次是用来执行饱和攻击的主力口径和 K10-101巡航导弹，这两款武器的核心性能是射程和精度的完美结合。口径的射程在2500公里左右，可以从黑海的军舰上发射，而 K10-101的射程更是高达5000公里，能从俄罗斯本土的战略轰炸机上发射，覆盖乌克兰全境毫无压力。而且他们都采用了多种制导方式的复合制导，比如惯性制导、卫星制导和景象匹配，这让他们的打击精度非常高，误差可以控制在10米以内，专门用来打击发电厂的变压器或者铁路枢纽这种点状目标。所以当俄罗斯需要对乌克兰的能源网络进行大规模多点开花的系统性破坏时，这两款导弹就是最好的选择。最后是用来打消耗战的炮灰，见证者无人机这款武器的核心性能就是便宜和隐蔽，它的制造成本极低，据说只有几万美元，
用复合材料制造的机身，雷达反射面积很小，再加上它那个独特的像摩托车一样的活塞发动机，红外特征也不明显，这让很多先进的雷达系统在远距离上很难发现它。虽然它的速度慢、威力小，但俄罗斯看中的恰恰是它的这些缺点所带来的高性价比。俄军可以一次性放飞几十架，用这种蜂群战术去冲击乌克兰的防空阵地，同样是逼着你乌克兰用昂贵的导弹来换，从而达成消耗对手防空资源的目的。所以你看，从匕首的极限速度到巡航导弹的超远射程，再到无人机的成本优势，俄罗斯的这套报复工具，每一样都针对了不同的作战需求，可以说是俄军目前能拿出的最狠的报复手段了。但是咱们别忘了，刚才看到的俄军那些我打我自己和自由之舞的乌龙场面，这可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俄罗斯的这些大杀器在纸面上的性能确实很吓人，可他们同样面临着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品控不稳、可靠性差的系统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经过2年多的消耗，这些高精尖武器的库存到底还剩下多少，也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上面分析的这套完美复仇，很有可能只是俄罗斯梦想中自己的样子，属实是给自己在梦里笑醒了。指望着俄罗斯真正能打出来的效果，那恐怕是没法看了。那么面对俄罗斯即将来临的或许可能的报复，乌克兰又会怎么防御？它防御的依仗又是什么呢？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乌克兰的2手抓玩法了。一手抓着背靠北约的先进防空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它的 PAC-3 型号就是专门为拦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目标而设计的，可以说是目前乌克兰手中唯一能对匕首构成理论威胁的盾牌。还有像挪威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阿斯特导弹这些中程系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拦截 3M54 口径这样的巡航导弹，这些武器就是保护乌克兰大城市和其余关键设施的骨干。另一手抓的则是俄罗斯的软肋，直白点说，就是用更经济的手段去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比如德国的猎豹自行高炮，它的雷达反应快，火炮射速高，最关键的是用便宜的35毫米炮弹去打俄罗斯的见证者无人机，这买卖就划算多了。而这样选择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昂贵的防空导弹留给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你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乌克兰的每一次成功奇袭，都必然会招来俄罗斯更猛烈的报复，而战争的天平就在这一轮一轮的攻击、报复、防御的循环中来回摆动。而乌克兰的期望就是让胜利的天平在这种摆动中逐渐倒向自己。好了，关于克里米亚的这场大火以及它背后的这场攻防大战，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在这场较量中，谁能最终笑到最后？是号称拥有大杀器的俄罗斯，还是打法更灵活的乌克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